随着一阵骨骼扭动的声音突然响起，通体干瘪的斗圣古海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走出了血雾。还在试图说服众人同他一起出手的摘星见状有点慌，萧炎却是在此时同意了一起上的计划。只是不等摘星的心放回原处，萧炎又表示，既然是摘星惹的祸，那么便由摘星打头阵吧。无话可说的摘星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临行前不忘恶狠狠地瞪了萧炎一眼，随后很是不放心地叮嘱众人，可别看戏看得太久，毕竟多死一个强者便多一份危险，船翻了大家都别想活。那天妖皇族的黑袍老者嫌摘星的话多，表示要动手就尽快，不然等斗圣古海吸收完血雾里的能量就完犊子了。萧炎也催促摘星快点，强忍着转身一巴掌拍死萧炎的冲动，摘星老鬼咬牙切齿的就朝着骸骨攻去。那斗圣骸骨直接就对着摘星老鬼一把抓去，手臂穿过破碎空间之中，再次出现时就已经到了摘星老鬼的面前。摘星迅速反应并全力一击，也仅仅只是将这斗圣古海震得退了一步，自己却是连退了10几步。稳住身形，摘星就又朝着骸骨攻去。萧炎看着摘星那拼命的样子，再结合摘星平时的性子，琢磨着魂殿怕是给摘星下了死命令。那边正在干架的摘星打了一半天都不见这些人来支援，瞬间就怒吼道：混蛋，你们还看什么戏，还不动手？闻言，萧炎、冰河、唐振以及黑袍人这才准备行动起来。至于其他的人则负责搞定剩下的人魁。冰河一行人基本都是5星以及4星斗尊的强者，萧炎能同他们一起行动，完全是托了黑袍老者的福。萧炎交代小医仙等人见势不对立马就走后，就同唐振他们一起围住了斗圣骸骨。几人联手攻击还是很有效果的。随着骨海之上的血色褪去，萧炎在攻击的时候突然发现骨海后背处的肋骨隐隐间闪过一些奇异文字，难道那就是天阶斗技？终于是明白了为何以摘星老鬼那谨慎的性子，居然会拼死拼活的与这斗圣骨海死磕。萧炎暗道，好个狡诈的老鬼。接下来的冲击中，在萧炎不着痕迹的观察下，终于是确定了拥有这种文字的肋骨一共有3根。此时斗圣古海的身体之上，猩红之色已经极淡了，但其眼眶之中的红芒却是跳动的越来越剧烈。突然间，骸骨不动了。摘星老鬼以为是终于成功了，连忙招呼着众人加大火力。萧炎却是觉得非常不安，传音让小医仙等人快退以后，萧炎头也不回的就跑了。在萧炎转身的瞬间，唐振等人也是发现了诡异之处，连忙抱头鼠窜。此时的斗圣骸骨已经将全身的猩红之色尽数聚集在了右掌，一记大天造化掌之后，一道黑色光圈浮现并猛然扩散，所过之处尽数湮灭。那光团内还有着极度恐怖的吸力，一些倒霉鬼被吸进黑色光圈的一瞬间就消失的连渣儿都不剩了。萧炎感受到身后越来越恐怖的吸力时，果断转头施展斗技，想要借其冲击波的反推力冲出去，结果斗技们在接触到光圈的时候连个泡都没冒一个。萧炎见此情况，立马施展3000雷幻身，借灵魂分身之力将自己给踹了出去。与此同时，黄轩也变成了真身天妖皇，摆脱了吸力逃出升天。唐振、冰河尊者、摘星老鬼等人也是拼上了老命，各展神通，在最后的瞬间冲出了大殿，狼狈地落在了广场之上，最终眼睁睁地看着那诡异的黑色光圈一直扩散到广场边缘时才彻底的消散。这死亡威胁一散去，白玉色的骨海就暴露在了众人的眼前。摘星老鬼率先冲上骸骨，边冲不忘义正言辞的大声道：这鬼东西害死我魂殿诸多强者，今日便由老夫出手，将其挫骨扬灰。在场哪里有真正的蠢笨之人？摘星动身的瞬间，黄轩、唐振以及冰河就追上了摘星老鬼。4人为了争夺骸骨，你来我往的好不热闹。最后还是摘星技高一筹，率先将骸骨抢了过来。然而就在摘星准备开溜时，萧炎却是堵住了他的退路。广场上，众人看着为了一具骸骨便是打得你死我活的5人，才明白这骸骨才是好东西。只是心动是可以的，行动是不行的。没看见己方势力的后援们都放出了自己的威压吗？被众人围攻的摘星老鬼在坚持了数十回合之后，终于是有些力竭了。黄轩等人借着这个机会，就像是约好了一般，同时将攻击落在了斗圣古海的左肩膀处。清脆的骨裂声响起后，骨海飞了。摘星盯着手中的一截断臂，脸色铁青，立马飞身就想将骸骨抢回来，结果被萧炎先一步抓住了骸骨。萧炎的目标很明确，果断掰断那3根肋骨后，就将其收入了纳戒。摘星十分愤怒的让萧炎交出骸骨。
萧炎还真就将骸骨扔给了摘星老者。摘星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黄轩和冰河的攻击就到了。短暂的争夺战之后，三人身处半空一动不动，每个人的手中却是紧紧地抓住骨海的一截儿，谁也不肯松手。见萧炎拿到骸骨就停手了的唐振，此时也跑来凑热闹。下一瞬，由4名实力达到4、5星左右的斗尊强者同时施展全力，骸骨终于是不堪重负地炸开了，化为众多零零碎碎的块状物体后从天洒落。这边被炸飞的4人刚稳住身形，就见一道道身影猛地弹射而起，疯狂地对着那些骨骼抓去，其中就有萧炎啦。萧炎看到爆炸后的摘星抓着骷髅头以及手臂，面色铁青，却没有过多行动的时候，就明白摘星其实并不知道天阶斗技这回事儿，魂殿应该只是命摘星把骸骨带回去。于是漫天飞骨的时候，萧炎立马就行动了，毕竟此时不多抢一点骨头更待何时。萧炎锁定的是一条相对完整的右臂，一同看中这条右臂的还有不少强者，只是他们能快得过萧炎。眼睁睁地看着骨臂落入萧炎之手，众多争夺者们想了想萧炎的同伙们，最终咬着牙含着恨去追其他碎片了。而萧炎拿着骨臂突发奇想的用异火烤了烤，这不烤不知道，一烤吓一跳，骨骼之内竟然有斗圣精髓。想到其他的骨头里面应该还有，萧炎毫不客气的一挥袖子，就将不少的骨骼碎片吸到了自己这边。这种拉仇恨的行为立马就引起了众人的怒瞪。只是小医仙一行人将萧炎围起来的瞬间，他们就怂了。此时的萧炎却是在研究面前的骨头碎片们，果然不是所有的骨头碎片都有斗圣精髓。确定了自己的想法，萧炎小心将有精髓的骨海收好后，就将其他的骨海碎片抛开了。此时的摘星老鬼却是注意到了萧炎的动作，将你手中的骨海交出来。摘星老鬼冲着萧炎喝道：“你来试试。”萧炎微微一笑，屈指一弹，就是3色异火浮现。摘星老鬼看着这熟悉的配方，又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好的手臂有点痛了。那不远处的黄轩却是在此时开口，说要送摘星老鬼一桩合作。2人联手，骸骨归摘星，他只要萧炎身上的一件东西。送来的打手摘星自然是没有不同意的，2人十分愉快的就达成了共识。只是战局真的对萧炎很不利吗？摘星老鬼和黄轩正在为达成共识而兴奋的时候，萧炎手掌一挥，就是11具傀儡闪亮登场。青灵一声冷笑后，又是10来道身影凭空出现，领头的赫然是九幽地冥蟒族失踪的那2名斗尊强者。看到这场面，黄轩和摘星都有些懵了。不过黄轩转念一想，萧炎竟和搅乱九幽地冥蟒族的元凶在一起，那自己不就又多了一个弄死萧炎的帮手？黄轩张嘴就嘲讽萧炎的愚蠢，萧炎却是无动于衷。早在他认出青灵的那一刻，萧炎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与九幽地冥蟒族必然会有恩怨，谁叫他帮亲不帮理呢？另一边的熊战见黄轩一直唧唧歪歪的，很不耐烦的表示：“要抢动手就行了，不敢就滚蛋。”不敢。黄轩扭头就跟摘星商量起了战术，自己负责对付那实力将近5星斗尊的傀儡，摘星负责对付萧炎，其他人就交给自己这边的强者组来。摘星其实是不愿意对上萧炎的，可如今的局面也容不得他说不。正想点头之时，白发男子突然冒出来，表示自己愿意对付萧炎。其原因嘛，也不全是为了谋女吧，主要是他觉得萧炎抢了本该属于他的风头。摘星自然是很乐意让别人来接手萧炎的，但他看了看白发男后，很实诚的表示：“你不是他的对手。”白发男不服，但接收到黄轩摆手信息的他，不得不咬牙退下。蠢货，抢着去送菜呢，白给摘星打工啊！黄轩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他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能真的拿下萧炎。他只不过是利用摘星拖延时间，等族中强者赶到之时，龙皇本源果就没得跑了。已经开始做美梦的黄轩正准备开始实施他的拖延计划，唐振却是站了出来表明立场，毕竟之前与萧炎建立的良好关系不能白瞎呀。见状，摘星老鬼很是愤怒，眼看着他们这边有些略占上风，这焚炎谷一插手，局面立即就逆转了。毕竟他都没把握战胜唐振，摘星试图利用焚炎谷来威胁唐振，可唐振这么多年的谷主岂是白当的？早在站出来之前，他就已经权衡完利弊了。只见唐振十分不屑地表示：“焚炎谷在中州称雄之时，你摘星小鬼怕还没出生呢。”此话一出，给摘星老鬼气得不行。冰河却是在此时开口道：“既然都这么热闹了，那我也来参和一下吧。”冰河尊者觉得是时候清算一下萧炎与冰河谷的旧账了。虽然碍于谷族自己不能亲自出手，可只要拖住唐振，还怕摘星弄不死萧炎？
冰和的态度让得摘星与黄轩大喜，手掌一挥，便命众人冲着萧炎一行人杀去。见势不妙，萧炎第一时间就完成了天火三玄变的3变叠加，将自身实力飞速提升至3星斗尊。一看萧炎的动作，摘星嘴上十分不屑地说：“萧炎不过就是利用秘法强行提升至3星而已，还没有资格在自己的面前耀武扬威。”手上却是很是实诚地放出了10几道魂链，使出了锁魂。可萧炎一记燕分尸浪尺就直接破开了这一击。被破了锁魂的摘星老鬼盯着萧炎，缓缓地笑了。原来之前的锁魂只是一个幌子，为了酝酿他真正的杀招森罗大星手，这可是摘星老鬼的成名杀器之一。望着那暴掠而来的摘星巨手，萧炎面色有些凝重。这摘星老鬼吃一堑长一智呀，知道速战速决了。可那又怎么样呢？看我的地印诀4印叠加。看到丢丢小的金层手印时，摘星老鬼的内心是不屑的。他自信，只要不是拿火莲，萧炎定然会被压得毫无还手之力。可他却忘了，萧炎已经不再是当初的9星斗宗，而他看不起的小小手印，乃是古族高级的绝学之一。大小完全不成比例的巨手以及光印相撞的那一刻，直接崩塌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星辰巨手与金层光印不断的释放着狂暴的能量，一副拼尽全力想要将对方吞噬的样子。然而那风暴般席卷开来的能量却是在某一刻突然停止。看着同时湮灭的2道光芒，摘星老鬼有点慌了。这要是让萧炎再成长下去，自己哪里还有活路？于是摘星不再隐藏，终于是使出了他压箱底儿的幻魂身法。就连萧炎将3000雷动施展到极致，都无法与摘星的速度相比。要知道，摘星从未对5星以下的斗尊施展过该功法，萧炎顿时就节节败退，被迫成为人肉沙包。奇怪的是，萧炎的面色诡异的平静，甚至几乎放弃了所有的防御，只为在摘星老鬼轰他一拳时，也能毫不客气地回击对方一拳。在萧炎硬生生地扛了摘星几十拳后，摘星终于是回过味儿了，是3000焰炎火。他就说，以自己的实力，莫说是一名1星斗尊，就算真是3星斗尊的强者，挨了这么多拳也顶不住呀，哪里会像萧炎这样的气息越打越雄厚？不能再拖了，争取一击必杀。意识到真相的摘星老鬼拉开距离，就再度使用幻魂身法消失了。其实若他再揍一会儿，说不定萧炎就败了，因为3000焰炎火虽能及时修复伤势，但是那种痛感也会被放大数10倍。而且3000焰炎火治疗伤势需要消耗不少的斗气呢。看着摘星消失的萧炎咧了咧嘴，终于是放出了他藏了许久的古意。反正已经和天妖皇族撕破脸了，还怕什么？有古意加持的萧炎速度立马甩摘星几条街，手印刚结到一半就被萧炎打断了的摘星老鬼，一口老血还没来得及喷出来，就见萧炎又要开始凝火莲，吓得摘星老鬼立马上前就想要打断萧炎。可此时的他哪里追得上？看着被自己远远抛于身后的摘星老鬼，萧炎冷笑道：“现在你的速度还不够哦，他不够，再加上我等可够了。”萧炎的话音刚落，一道声音突然在这片天际响彻：“天妖皇族的强者们到了。”看着那2名忽然出现的5星斗尊，萧炎的心情有些沉重。一名身着灰白衣袍的老者看清萧炎背后的古意后，咬着牙道：“小子，你的胆量真的很大。”另一位天妖皇族的老者直接表示：“不用废话，擒住他，拔去古意，带回族中接受族法。”闻言，灰白衣袍的老者很是认同的点了点头，附和道：“也好，抓回去，废了他的斗气，让得他在陵墓之中愧服一生。”萧炎看着2人一唱一和间就将自己的余生都安排好了，不怒反笑，直接加快了火莲的凝聚速度。摘星很清楚火莲的威力，提醒这2个强者不可大意。那2人却是并未放在心上。萧炎凝聚好火莲就已经冲着2人飞来时，2人还感应着并讨论萧炎身上的妖皇血精，直到火莲已经很近了，他们才不紧不慢地合力凝成妖皇钟。很快他们就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了代价。火莲撞上妖皇钟的一瞬间，钟身就裂开了一道道细微的缝隙。2人正想着加固钟身的时候，萧炎就控制着火莲炸开了。砰的一声响后，那坚固无比的妖皇钟就在2人惊愕的目光中碎成了渣渣。最终2人虽未受什么伤，但藏在袖中的手掌还是有一点抖的。萧炎这一次虽借着2人的轻敌取得了小小的胜利，但大体形势对萧炎他们还是很不利的，因为他们已经被不知何时出现的将近100道身影团团围住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